那么为何？我知道你很强，在跟你的相处中，我也探到了你的性情。如果我真的开口请求你带我离开，我想你一定会答应的，一切就能按照我的计划来办。如若你不是叶云，因为你是叶云，是我真心喜欢的人，所以我不能连累你。你快走吧，你赶快离开天启。我不走，要走，我们一起走。今日顺风，宜出行，远游，不归。你们走不了。洛师兄，即使我放了你们，你们也走不出天启城。师妹，你知道的。那么洛师兄，得罪了。你疯了！你的伤还没有好。我也觉得我疯了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喂，年轻人，还是要好好保养保养，怎么跟你师傅一样，要赢不要命啊？李先生，不错不错，你师傅一老头虽然是个废物，但你还不错。不知李先生来此有何贵干？我来带他走。我不走。美人屋里面待够了吧？你师傅都已经提前杀到天启城了，你还能舒舒坦坦在这儿待着吗？还好没收你做徒弟，不然得活活被你气死。可我，可什么可啊？你想带他走啊？可你连眼前这个家伙都不一定打得过，就算打得过他，王府之外、天启之内还有影宗4大护卫，还有你那美人头老爹影宗宗主一补呢，老家伙，你都能打得过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天启城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想带走他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什么可能？敢问先生，是何可能？那就是我出手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哎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自然不是我要出手。我的意思是，想达成心中所愿，就要让自己变强一点，更强一点，直到最强。美人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先生说的有理。果然是国色天香啊，天香国色。我要是再年轻个100岁，怕也会忍不住提前带你远走高飞了。哎呀，眼光不错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师傅3日之内要带你离开天启，咱们上路吧。我，云哥，你快走吧。半年，你等我半年，我会回来的。好。先生，等等，怎么还舍不得你那个小美人啊？
此次回天启，我其实是要完成一件事的，没有完成，我不想这么轻易的就走了。你要去杀亲王？先生知道。也是，您本就是无所不知的李先生。称兄道弟，不是，你先别反驳我。当年叶将军救部冒死把你救下，你现在去杀亲王，是以什么身份？叛祖余孽，还是北离逃犯？哼，那亲王死得还挺荣耀的，为了伸张正义，惩处了叶氏逆贼，不料遭到报复，为国捐躯。那我该如何？亲王该杀，但不能是你杀，而应该是天下人去杀。若他这么容易被你杀死了，叶将军就再也没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将军府一案，若风这些年一直暗中调查，搜集存疑之证。只是，此案事关重大，牵连深广，还需要时间。我明白了，我父亲和整个定远将军府需要清清白白的死去，也让天下人的剑刃都指向亲王。好，我相信你和小先生。孺子可教也。好了，我带你去见你的兄弟吧。逝者已矣，却还有情谊长存呢。故人远行，迎折柳相送，一为不忍分别，二为永不忘怀。还是算了吧，这也太难为情了吧。云哥，东君，东君，云哥，你没死，真好。所以别在一提起我时，就一张上坟脸了。要死，你先死。实在不行，一起死。君子道别三言两语就够了，不要婆婆妈妈的，絮叨个没完。东君对我的情谊，我看在眼里。东君，就先这样了。此次一别，也不知再见何时。希望再见之日，你我都已旧见成仙。再见之时，你我仍是少年。矫情。走了。哎，云哥，等等。这给你。折柳相送，我还只是在书上看到过呢。
云哥，保重。东君，保重。你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生死相交的朋友的。有了，不过那人估计快死了，已经许久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。谁在骂我？看来你对这朋友也不怎么看重啊。师傅，你也很笨嘛，我逗你的。我那个朋友命大得很，死不了。说笨，走吧。师傅，您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便是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东爸，你有喜欢的女子吗？有啊，我与她有再见之约。何时？待我名扬天下之时。你为什么喜欢她？因为一眼万年。可是你不知道她的年龄，不知道她的性格，不知道她的身世，你就因为这样就喜欢上她了？喜欢一个人需要这么复杂吗？一见钟情还不够。她可是我第一个放在心上的。若是日后我再遇到其他的人，我也会告诉我自己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哎呀，你说的话好对呀，我竟无法反驳啊。那师傅呢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在哪儿？都死了，因为我活得实在太久了，所以他们都死了。他们？是啊，我第一任妻子去世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发誓过此生再也不娶了。但是后来，我想想这世间那么多姑娘钟情于我，我若不怜香惜玉，岂不是对不起她们呢？好多故事啊，想得好心痛啊，心痛啊！呸！有人看到李先生带着那个叶云，哦，也就是叶鼎之离开了。消息倒快。叶将军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忠臣。叶鼎之也是个好人，有他父亲的风范。若风啊，你说这次李先生出手，会不会？兄长放心，先生没有要卷入朝堂之争的意思。哦。兄长，学堂还有事情未处理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若风啊，你说，一个人心里有鬼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让他害怕呢？
都是一群废物。这么多人，这么些天，竟然都搜不出一个叶云。现在怎么样？他被那个老不死的带走了。天下这么大啊，谁能知道他去哪了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对吧？说！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？说！王爷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，也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应贤，你知道吗？本王感觉有把铡刀时刻悬在头上，本王日日都能看到他，看到他那锋利、森冷的刃口，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来。日日担惊，夜夜受怕，不得安寝。王爷，别怕，应贤会一直在王爷身边，保护王爷。没事，小丽师兄。是他，好像是。董妈，我以前就听闻人说过，世上有一种人叫书痴。我本来是嗤之以鼻的，直到我认识了谢轩公子。谢公子，今日读什么呢？啊，龙月剑法。你在看剑谱哦？二师兄也懂剑法？师兄我可是出身雷门，当然不懂剑法。但是你嫂子新月她可是新剑的传人，所以我听说过这部龙月剑法。这是一部几近失传的高超剑术。谢轩，你只看不练，你能学得会吗？谁说我不练？我在心中练。你以为我只是在看书？可我每看一招，心里的自己便用一招。一本书看完，剑法也就学会了。没想到谢公子也是个高手。没打过架，我师门向来以礼待人，门人几乎都不太会武功。可你们若是遇到不讲理的人呢？那就揍到他讲理为止。可你又说你不会武功啊？是几乎都不会。几乎都不会的意思，就是有人会。我有个小师叔，学问很高，武功跟学问一样高。唉，许久没见，确实有些想念小师叔了。这个酒可是有名的很啊，是吧？它味道还不错。是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这字看上去还是那么美。二师兄，我有个事要问你。如今我已算是正式拜师了，对吗？当然，这仪式不都走完了吗？我拜师是为了什么？习武。那么请问，我师傅呢？尹师侄已经搬到了柳月师兄的府里，向他学习武功，而我的师傅成天除了干这个就是干那个，偏偏不教我。虽然说拜师是为了习武没有错，但师傅也没有说要教你啊，是吧？都是让弟子自己学的。那我拜师又有何用呢？当然是你在外边被欺负的时候，你可以响亮的报出我们老头的名号，吓死他们。
哎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！那我带你去一个不无聊的地方，动漫。先生，此座只为贵客而留，也只有贵客能坐。拿杯水来。来，先生，请。先生，你想喝点什么？就来一壶桑洛吧。先生，我们店里还有很多名贵的酒。不用了，就要一壶桑洛。酒不该是用来享乐和炫耀的东西。先生说的是。那桌有人了。这位少侠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不妨和我一桌。这闹鬼了，哪有人啊？我是说，这个桌子被人预定了。好吧，叨扰了。先生，您的酒。桑罗，给这位少侠也拿个杯子。哎，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也会酿这个酒。那你尝尝。我觉得，没有我那个朋友酿的好。少侠的朋友是位酿酒大师，他呀是个酒痴。不知少侠尊姓大名？哎，先生请我同桌喝酒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在下从未有过父母，所谓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，所以我叫司空长风。这番介绍倒是颇有意思，想了许久吧。看破不说破，先生也太不厚道了。小二，哎，这酒给我们退了吧，不要了，给我上壶别的。敢问这位客官，您想要什么？要秋露白。有趣。客官，今日可没有秋露白。为何？秋露白一月只出一日，一日只出2个时辰，今日怕不是时候。哦，那明日呢？明日也不是，后日也不是，大后日也不是。本月14公映，还有13天，且等着吧。哎，你，我很好奇，少侠，为何非要秋露白呢？哎，不瞒先生说，我此次来天启城，是为了见一个朋友。刚刚说的那位朋友？正是，我那朋友啊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就是好酒。他呢，跟我离别前吵着嚷着说要喝天启城的秋露白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先买上一壶作为见面礼。小子，你想要秋露白，这上面不就有一瓶吗？这上面是秋露白？多嘴！哎，小二，这秋露白多少钱？不要钱。不要钱，只要你能拿得到。哼，简单。长风，你要去楼中酒，既然伸了手，便算下注取酒。你舌头！客官，这是什么话？
哎，这的确是陈酿12年的秋露白，世上只此一壶。你若想取，那便凭自己本事取；如若取不到，留下件东西就好。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吧，由我说了算。谢师。谢师。陈先生，谢师是碉楼小筑内功夫最高之人，多少江湖公子试图取这个酒，却都没有成功过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抢到了，便是第一个成功的。算吧，真正的高手不会来取这个酒，来取这个酒的多数是如你一般初入江湖的少年郎。不过时至今日，真正成功的也不过李先生一人。不过他呀，单纯是因为无聊碰了碰酒也便走了。所以，你若是真抢到了，确实算是第一人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枪不错，银月枪，我要。是一柄好枪，但可惜了。回！一来就吃瘪，天启城果然是天启城啊！司空长风，久别重逢，不必行此大礼。百里东君，不错不错，你还记得我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来找我？我今日才到的，这正想去找你来着。好久不见啊，司空长风。楚墨公子。不过，你刚到天启城就打架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想着跟你也算是久别重逢，总得备份礼吧。普通的酒酿的也没你的好喝，最好的酒新人卖光了，那我只能去抢。结果没曾想技不如人，没抢过，那枪还折在里面了。一个人抢不过，那2个人能不能抢过？谢师的金刚罩精进了不少，可惜啊，还是被这位少年给破了。哼，后生可畏啊！确实是如鹰一般的少年。你看，这边请。还真可怕。这么快就找来帮手了？上面挂的那瓶酒，可是秋露白？对，那是酿了12年的秋露白。我要了。好强的掌力！原来酿酒师里不止我一个人会武功啊！小师弟，不可无礼。这位乃是碉楼小筑1品的酿酒师，整个天启城都得人人尊称一声谢师的人物。卓墨公子，谢师多有得罪。这位是我新入门的小师弟，冒犯了，请多多谅解。李先生新收的徒弟，难怪。这位公子出手，可是为了夺酒。那是我兄弟的枪。你兄弟夺酒失败了，必须留下遗物，这是规矩。可若是我赢了你，可否将那枪和酒一起拿走？当然可以。来，哎，用武功来赢酒，未免有些奇怪，不比武功如何？那比什么？自然是比酿酒。什么？这人疯了吧？跟谢师比酿酒，不自量力。就定在本月14吧，到时候我会带上我的酒来碉楼小筑，
也请你们备好雕炉小筑最好的酒，以及天启城最优秀的品酒师。然后我会带走那杆枪，还有那瓶酒。狂妄小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算你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也不能狂妄到如此程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谢师，小师弟入天启城之前呢，也学了11年的酿酒术。我学了40年。得嘞。好酒可品人间百味，少年的烈，中年的温，老年的醇都不一样，也不见得谁学的酒就一定赢得过我。那就恭候大驾。哼。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呢，本来是要带我的小师弟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结果路过碉楼小筑的时候，听到里边有动静。我们呢就想说去凑凑热闹，其实是我自己想去凑热闹，正好这时候你被人给打出来了。我当下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反应，他倒好，大老远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直接一个轻步上去，来给你2肋插刀了。你果然拜了李先生为师，成了卓墨公子，也就是这位二师兄的师弟了，真好。你也很好啊，还有命，来天启城跟我见面。二师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这不就到了吗？这里是青楼？非也，非也，这里是百花楼，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的他正在抚琴。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哎呀，真俊美！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最终，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，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
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是几年前的事情。当时的姑娘，现在也出落成闭月羞花的样子了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她的名字。不知道顾剑门那小子啊，在见到她会不会感慨？雷公子，许久没来天泉了。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。没有多久是多久啊？哎，那其实也没有太久。好像有杀气。嫂子，小年纪，不学好。我是无辜的。夫人。对呀，百里东君，你小年纪不学好，让你别来这种地方，你偏来。我都说我不来了，你非带我来，死拉硬拽把我拽进来，怎么样？现在满足了吧？开心了吗？师兄就不是一个能来这样地方的人。啊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别说。夫人，我们回家，回我们温暖的家。雷公子打算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不来了，这辈子不可能来了。就是小师弟让我来，我也不来了。走。小师弟，趁年轻好好享受吧，好时光不多了。师弟啊！走。娘子啊！错了，我错了。我们在哪儿啊？我们该干什么呀？少年郎，做什么？好生俊俏的少年郎。子怡妈妈，风姑娘今日还奏不奏曲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急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？好嘞。呀，二爷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这首乐曲，坐前面来。好，听着让人难过。我听过的，你也来过？不是，你还懂音律？也不是，我听过这首曲子，它叫《江南月》。亘古乱人闲，边秋闻夜声。从今秋露白，月照故乡明。这是一首思乡之曲。这位公子，小姐好。我可担不起这个词，我家小姐有请。请问，你家小姐是？少年郎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在百花楼能够被尊称为小姐，只有一位。等会儿，这个呆呆傻傻的小子是谁呀？凭什么风姑娘只见他呀？
我天天在此地听曲儿啊，银子花了也不少，连风姑娘的面都没见上。凭什么她第一次来就能登堂入室啊？哎呦，二爷，哎，行，您这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你不是千金台那位？什么千金台不千金台？今日不说千金台，大家来此地都是来听曲儿的。诸位，百花楼对咱们不公啊！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你看。是啊，这不合适，还是算了吧。你知道你在拒绝谁吗？不是，姑娘莫要动怒。行了，知音难遇，说不准还能遇到个同乡呢。嗯。大家都消消气，我呀备几壶好。就这么让他上去了？怎么没个人拦上？不许走！我看谁敢过来。没事没事了。笨蛋，废物！去吧。不是这，这，哎呀，二爷消消气。哎呀。少年郎，这位妈妈，哎，可否帮我寻个座位，我好坐着等他？哎呦，公子，你确定今天晚上你能等到他？春宵帐暖，美人在怀，指不定要多久呢。要不我给你找个不错的姑娘陪你歇息歇息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四目成风，我就不等你了啊！你好好享受吧。哎，下次再